透明顾客。刚进入大学时，我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选择了便利商店的大夜班工作。这间便利商店位于偏远的大路旁，虽然夜晚人流稀少，但收入还算稳定。与忙碌的日班相比，大夜班显得轻松许多，让我有更多时间准备课业。但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，每到深夜，店内的自动门总会规律的自动开关，像是有人进出一样，却从未见到实际的顾客。我们几个同事戏称这些透明顾客，调侃他们是夜晚的常客。虽然有些诡异，但这种现象持续了几个月，也没发生过真正恐怖的事情。渐渐的，我们都习以为常。那天是个普通的雨夜，店里的生意更加冷清。午夜12点过后，店内只剩我一个人顾着柜台。我坐在柜台后整理着货品，伴随着雨声和远处偶尔经过的车灯，这种寂静中带点孤独的气氛，竟让我觉得颇为放松。忽然，自动门的开关声打破了这片宁静。嘟嘟，门一开一合，就像平时那样有规律地响着。我下意识抬起头，望向门口，但依旧空无一人。透明顾客又来了啊！我心里暗笑，继续低头忙着手上的事情。然而，这次的声音有些异常，开关的频率越来越快，仿佛在急促地提醒着什么。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我放下手中的货品，走向门口查看。当我走进自动门时，门的开关声突然停止，整间店内陷入了一片死寂。就在我准备返回柜台的瞬间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从门外传来。我回头望去，只见一辆载满砂石的大卡车正朝便利商店直冲而来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慌乱中躲进了货架旁。下一秒，伴随着巨大的撞击声，卡车直接撞进柜台后方的墙面，将那片墙彻底摧毁。碎石与玻璃四处飞散，整间店瞬间陷入混乱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我感到无比庆幸。若不是因为自动门的异常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我一定还待在柜台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发后，警察和救护车很快赶到现场。所幸整个事故中，除了墙面严重受损，并无人伤亡。然而，那晚的经历让我对透明顾客的传闻多了一层新的理解。几天后，我们的店重新营业，却因事故影响变得冷清许多。同事们私下谈论着那晚的事情，有人提到，这附近原本是一片农田，后来因修建大马路才改建成商业区。据说在修路时，有位工人在施工意外中丧生，他的家人曾来这里供奉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相关的传闻渐渐被遗忘。听完这些，我不禁联想到那晚自动门异常的情况。或许那位透明顾客正是那名工人的灵魂，他不仅没有恶意，反而是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我提议和几位同事一起在店内供奉一盏小灯笼，作为对这位灵体的致意。店长听闻后也同意了，甚至特地准备了香案，还请了一位法师来进行简单的祭拜仪式。从那天起，自动门的开关声依然偶尔响起，但再也没有引起我们的恐惧。反而，每当我们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心中都充满感激与敬意，感觉像是在提醒我们，有我在，你们会安全的。事情过去几个月，我也渐渐适应了这份夜班工作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仍会不时回想起那晚的经历，那辆突如其来的卡车，摧毁的柜台，和那位可能拯救了我的透明顾客。生命中有些事，或许无法用科学解释，但它们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，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我们。那晚的经历不仅是一次劫后余生的幸运，更是一次对未知力量的敬畏与感恩。从此以后，我变得更加珍惜每一天，也学会了对身边的人事物保持谦逊与敬畏之心。因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或许真的有一双眼睛，静静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为我们撑起一片无形的保护伞。